太重了吧！救命！我为什么要买14升的油漆？我是不是有病呀？真的下来了。Hello， 大家好，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好久不见。今年北海道真的下雪下的超级早，10月底就下雪了，连北海道本地人都说这是30多年以来第一次下雪下的这么早，而且夏天的时候雨水也非常多，动不动就下好大的瓢泼大雨，不敢想象今年冬天雪会有多大。本来我的原计划是下初雪的那一天，我一定要拍影片，我一定要把这浪漫的初雪给记录下来。给你们看一下北海道的雪，北海道雪是这样子的，这看起来很像棉花，飘落的速度很慢，秒速5厘米，就会很浪漫。今天这个雪飘落速度还有点快了，有时候没有风的时候下那种很柔软的雪，很大坨，然后它们缓缓的飘落，就很像加完了。但是真实的生活跟我计划的真違う，到今天为止我都已经在雪里面打滚了，我夏天的故事还没有讲完，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要讲夏天的故事。昨天做了一个梦，好奇怪，我梦到一个很久没有见过，上大学的时候也不怎么一起经常玩的大学同学。那个梦里的地方吧，我们好像大家都很熟悉，像校园，但又不是真的我的学校。我看到的时候呢，他和一群人正在用秤那个芒果有多大有多重，然后我就过去了，他就说真的没有人要吃我摘的这个芒果了吗？然后大家都不敢吃，因为大家好像就是不敢吃野外的摘的水果。我就说那我吃，我要吃，然后我就把那个芒果拿着边走边吃。我第一次在梦里面真的吃东西，我之前在梦里面梦到吃的东西都是刚要吃的时候梦就会醒，或者由于种种原因吃不上。我这是第一次在梦里面真的吃到东西，那个芒果的味道吧，我吃的第一口，我说这啥芒果呀，一点都不甜，但是呢它又不是那种没有熟的芒果的那种青芒果的酸味，它是口感已经是正常的芒果那种软的口感了，但是味道没那么甜，有点酸。我就在想为什么不好吃啊，果然还是人工种植出来的黄色的芒果好吃一些，就是这么一个无聊的梦。但是真的第一次在梦里面吃到味道，好奇怪，而且梦是有颜色的，我的梦是有颜色的，我看到那个芒果是青色的。其实之前厨房墙纸的这个颜色我觉得挺好看的，暖暖的，很贴心。但是因为我想要把这个厨房重点放在蓝色的瓷砖上面，所以我还是决定把整个厨房搞成白色的。那厨房的3面墙呢，我这次分别用了3种不同的素材。至于我为什么要用3种不同的素材呢？别管，我喜欢，我愿意，我乐意，千金难买也开心，怎么样？好了，其实我只是很好奇，当我们想要实现同一个目标，就是把厨房搞成白色的时候，用不同的素材，用不同的手段，究竟难度有什么区别，效果有什么区别？我很好奇，我想要做一个控制变量实验，所以我用了3种不同的素材，就是这样。怎么又开始不平整了呢？难道是我撕的时候撕变形了？我已经很轻了呀，为什么呀？伤心呢。我刀呢 ？Where is my 小刀？大刀？我刀呢？我要杀人了！我的刀呢？Why？ 相机好像没有拍出来，相机里面看我贴的墙纸还不错，但其实我贴的像坨屎。到底是谁在主张贴壁纸方便？
我觉得贴壁纸很难，好不好？还是刷漆比较简单。刷漆比较烦的是它要贴美纹胶，但是刷漆本身我觉得比壁纸的难度要小一些。我这壁纸真的贴得像坨屎，怎么办？但是呢，我不在乎，就没有人在乎了，因为这个家只有我一个人，哈哈。哎呦，啊哈哈，好疼！现在您正在看到的是呢，我在贴天花板，正在贴这个天花板贴，有点大舌头，没想到吧？这个世界上还有这种东西，我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现在呢，我要给橱柜刷漆，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橱柜上面这个花太丑了。丑不是因为它本身丑，而是因为它太规律的出现了太多次数，所以变得很丑。我的目标呢是调配出一个颜色稍微比之前的这个橱柜的颜色亮一点点，因为我觉得它有点黄，但是呢又不要亮太多。就是差别不大，才能掩盖我一些粉刷的失误。如果我刷的不好的话，就看不出来。这就是我的目标。一康基，这就是我想要的颜色。其实我涂这个心里还是挺没底的，因为如果不能完全盖住，然后又涂上去了的话，最后会变得更丑。所以我其实非常没有自信，但是呢，结果还是非常好的。对了，我有看到留言说最近日本熊灾很泛滥，大家担心我的安全，谢谢大家的担心。但其实呢，我没见过熊，我从来没有见过熊在北海道。哦，我见过一次，我之前在支床坐那个观鲸船，很远的山上见过一只小熊。除此之外，我没有见过熊。但是呢，确实是那个防灾警报 APP 经常提醒我，这个米纳米库什么六丁目又出现熊了，然后过了2个小时说米纳米库雍丘梅又出现熊了，越来越近。一般来说，这个丁目数它越小，是人越多的地方。这个熊刚刚在6丁目，现在在4丁目，过了一会儿，说不定就要来2丁目、1丁目了。但是其实不用那么担心，因为熊一般都是在山上啊。现在也不能说那么准确了，都跑下来觅食了，我的天哪！但是如果你在人多的地方，人不用那么多，就是没有山的，都是人造的建筑物的地方的话，熊出现的概率其实蛮低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天天在家里面，我们在家干活，我们就不会遇到熊啊。其实我还是蛮害怕的，因为我连狗都很害怕，我路上遇到狗我都会很害怕，何况是狗熊。好累。效果真是很不错呢，我愿称之为本世纪最好用的地板贴，这牌子真是无敌了。我这地板贴的，不称我一声地板仙人吗？糟糕，声音好像太大了。我现在开窗户，隔壁邻居正在外面除草还是干什么的，他除草声音我听得一清二楚。然
然后我这么大吼一声，他给你听到了，但他听不懂。哎，感觉我在跟这个冰箱跳华尔兹。看一下这张纸上写的什么？冬天的时候，周围的温度很低的时候，冷冻库会非常难的变得很冷。ice cream 那都 ice cream 之类的会变得柔软。有时候 sometimes 这个冰箱好他妈麻烦呀！在10度以上的时候不能调到强，在10度以下的时候必须得调到强。那如果是刚刚好10度，它算以上还是以下呢？啊，我管了 ，ice cream 软就软了。完成，终于，我的厨房终于进入到可用的状态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做个饭，来庆祝一下厨房终于可以使用了这件事情。鸡肉、青椒、土豆，你们猜我要做什么？看看有没有人能猜出来。没错，我要做一个我们传统中华料理——黄焖鸡米饭。海底捞的这个料，不知道好不好吃，我还没吃过。刚才倒了一点温水进去解冻，但它现在摸起来还是硬硬的，感觉还要解一会儿。我感觉哈，这东西应该不会失败吧，因为我不需要做任何，我只需要把这个调味料放进去，所以今天应该是美味晚餐。这2个老演员了，你们认识不？就是长在我地里的那2个一直长不大的彩椒，他们最近2个月都没有任何生长的迹象，我估计是因为太冷了，他们长不动了，所以我就把它们摘下来了。我之前被菜刀切过手，所以我现在使用菜刀呢格外的谨慎，我不会再重蹈覆辙，因为切到手是真的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之前有一个好大的包菜，然后我就想把它那个蒂给切掉，我就这样，然后怎么切都切不掉，我就很使劲，然后我就这样唰一下子把我这里给切了一个，当时切了一个这么长，应该是有大概1.8厘米那么长的口，现在愈合了，只剩这么一点了。所以我前几期视频你们可以看到我手上有创口贴的，好恐怖，好恐怖。我觉得受伤真的很恐怖，虽然说伤口总会愈合，但是受伤的那个瞬间还是蛮恐怖的。OK， 我们来阅读一下这个说明书。首先，鸡腿350克，我这鸡腿好像有700克，但是没关系，我们加点盐就行了。青椒100克，我这青椒应该没有100克。香菇50克，我把香菇换成土豆了。烧水，水沸后倒入鸡块。哇，怎么热水倒进去，这个汤变成白色了？这个是哪里的鸡啊？这个好像不是日本的鸡，我看一看。这是美国鸡，这是阿美利卡鸡，这是美国鸡，怪不得这么腥。然后呢，把生姜片放进去炒一下。我怎么看到有一根鸡毛呢？等一下。这一块鸡上面有一根鸡毛，我操！天哪，等一下，这块鸡上面有根鸡毛，真的有一根鸡毛，你看，这是鸡毛吧 ？Oh my god！ OK， 听说是要焖20分钟。Hey Siri， 在呢。20分钟之后叫我。现在开始计时20分钟。谢谢。哇，怎么感觉时间不太够啊？汤怎么还有这么多？大火烧干，好香啊，好香啊，好香啊，很香住了。我们额外加一点东西，加2个干辣椒，感觉闻起来不太够辣。其实我感觉勾一点淀粉水应该会更好看一些，但是我不在乎。
好吃就行。哇，今日晚餐这看起来就很好吃，好吗？好了，我要开吃了。顺便这个米也超好吃，这个米是北海道产的，叫什么来着？Yume Pika里还是什么东西？说错了，是 Yume Pika。哦，好好吃，太好吃了！这土豆超级烂。我是一个记性非常差的人，日子一旦过去，我就会忘记当时的感受。其实我现在自己看这些影片，都会觉得今年的夏天像一场梦。你要怎么形容梦的味道呢？我们只能说，有些味道像梦，